我从小住在这边住到大。这边很好，你看那游泳池这样大。大选的话怎么办？去哪里投？我们出去外面投了，要做手机。那大选你还是会去投票吗？当然会啦，我是红登记嘛，新加坡人呢，也是要为国民嘛。乌名岛原本是东海岸集选区的一部分，但在来届大选中，它将被划入一个拥有约10万选民的新选区——白沙张义集选区。目前，岛上大约有30位居民，他们生活上有什么需求？对大选又有什么看法呢？70年了，我结婚就在这边了。我嫁给我的阿劳，我的阿劳是这个土生土长的。我今年67岁了，我从小住在这边住到大。你现在是退休生活是吗？对呀。这里有什么东西好的？有什么特色？这边没有什么压力啊。从小就住到老了，出世还在乌名岛。我在这边出世的，岛的孩子，岛的女儿。这个庙宇是我爸爸留下来的，我们要，好像怎样都要有一个纪念啊，留住啊，可以留的就要留住。你知道你这里的 MP 是谁吗？我不知道他名字。杨一波那个谁啊？那个马来人那个。马拉基咯。我懂马来基，现在是马来基。这边就是昂水吉咯，还有马来基咯。要是你们真的是有事情想要投诉还是什么，或者是需要找人帮忙的话，怎么办？如果没有办法，就要找 MP 啦。怎么找？在讲义就不麻烦，在部落就麻烦啦。他是在部落的嘛，他1个月来1次讲义可以咯。你们这里如果有事情的话怎么办？应该是没有什么事情了，假如有事情找 M8。找 M8。公园局。我们但如果遇到什么问题还是什么的话，你们会找你们的 MP 吗？找这个就是 M8的村人，他就是村长咯，找他先咯。原来国家公园局在2016年正式接管乌名岛，负责保护这里的人文遗产，也维护各类设施，久而久之成了居民口中的村长。CDC 包车那些有拿到吗？我有拿到。那这里不能用，没有地方可以用。这边不可以用。出去外面买啊，给我孩子啊、媳妇啊拿去买啊。那你住了这里50年吗？物价方面会涨很多吗？房地税，以前1年300，M8拿了，2017年under M8啊，1个月300。这边1个月1个月差不多要700块了，1个月30多块。1个月啊，一个几百块啊，是很贵哦。岛民们提到的房地税，其实就是国有土地的租金。自从1993年被征用后，乌名岛上大约100户村民的居住地变成了国有土地。想继续住在这里，需要持有土地管理局发出的临时租用准证，也需要付租金。租金多少就根据土地和建筑面积还有用途而定。除了租金之外，岛民们还有另一个烦恼。电油的钱你知道1个月要多少吗？我们这个买油嘞，几千块嘞，那个油啊，黑油啊，那个油走车头的油啊，也要嘞几千，1000多块嘞。过去乌名岛上是没有电网的，要靠手动柴油发电机来供电。2013年，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在乌名岛推出了微电网试验计划。到2023年，微电网的太阳能供电占比已经超过90%，为30多户家庭和商家提供更清洁可靠的电力。你现在改了用那个太阳能，太阳能有比较好吗？是比较方便咯，比较方便啊。24瓦的电啊，比较方便。之前的话是怎样？就一定要只有发电机，用手脚。麻烦还要买油，现在不用，现在你一开就嘣油了。现在老了，很难去找这个，很难。虽然电力供应变得更稳定了，但跟新加坡本岛相比，乌名岛上的电费较高，1000瓦大约8毛钱。我这个还1100咯，最少几百块啦。假如你用多了，要拿杂货店什么都要1000多块的。我们住家了比较便宜一点点的，大概多少呢？100多200块这样。
最好是有电来最好，有拉电这条路上来就好。你这里还有放那个，你们这里有 ERP 那些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，买回来吃，没有吃。可是你们岛上都没有的吗？没有 ERP， 没有 ERP， 那有需要 parking fee 吗？全部都是 free 的，全部都 free 的啦。现在大学要到了吗？你觉得最想要改善的是什么？改善就是开放这边怎么可以给人家进来的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发展一些旅游啊、旅游业啊什么的，都是的。当然是这样啦，他们做好，我们比较有人来啦，多人来住就比较好了，比较热闹啦你觉得这里还有什么可以设施可以改善的，还是可以进步的吗？这边啊，我看很难，很难。为什么？在无名岛这是大自然。